您和王老板第一次创业开饭店的时候，为什么失败了呢？那时候没有经验呀。那第二次怎么就成功了呢？第二次有经验了呀。经验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布村现在洗衣房、民宿、饭店、鱼塘随处可见，想必每一家都是吸取了王炫的前车之鉴。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。难道你们从来没考虑过吗？这那这个王老板这些年靠什么过生活呢？这里的都是他失败的投资，他成功的投资都在外面。回学校之后，你有什么计划吗？有，先把1分钟晚会办好，然后到了寒假我就要开始准备考研了。这么早？不早了，大家都是这个时候开始准备的。哦，你呢？你也考研吗？我最近向我的偶像王老板讨教了很多，对未来自己的人生充满了自信。我发现我跟他之间的战略眼光可谓是旗鼓相当。现在我只要熬到我老家的房子拆迁就可以了。可你的偶像活得并不快乐。他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。有钱有思想的人本身就是快乐，没钱没思想的人只能靠闲言碎语才能快乐。而我的偶像，从来不在意那些人的快乐。我懂他。因为你也是有钱人吗？不，我只是穷到了另一个极端，而极端的人总是相似的。那天，好，下面啊，我再来说一下，村子里今年搞庆典的这个烟花，啊，李书记，我来置办吧。王轩，因为今年村里的经费啊，确实很紧张啊，这个庆典的烟花呀，村委会本来打算是要取消的。没问题，我来支付。那这个范围不要搞太大呀。您放心，绝对会很平均、很密集的，覆盖全村的。我就知道，他要搞就让他搞呗。好，那行吧。那就谢谢乡亲们，谢谢领导了，我现在去准备。好，还有一个事情呢，下面呢，咱们村委会奇怪了啊，听说去年争取这个环节的时候，很多人在抢，今年……废话，你们去年是公费吧？无论如何，还是拿了这么大一个 case。你还知道 case？ 当然了，很奇怪吗？但你知不知道，自费的 case 不叫 case， 叫 rich。那也不叫 rich， 叫 show off，OK？你英文不错啊。我可是我们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啊！愣着干嘛？我目测了一下，这里大概还需要100箱烟花。庆典当天呢，到了放烟花的时候，我就站在这里。当我用对讲机说出“恭喜”2个字之后，布村所有放置好的烟花将会在同一时间被点燃，而你的任务就是帮我找100个人，在同一时间呢点燃烟花。我相信，今年布村庆典的烟花将会是布村庆典有史以来最美、最浩大的。完成这个是你今年要折腾的指标吗？班长，你这消息很灵通嘛。不过他们还是小看我了，我今年最大的折腾指标仍然是获奖。其实庆典的内容跟往年并无二致，唯一有浮动空间的呢，就只剩这烟花环节了。
弄得盛大一点，你们的画面才会好看嘛。跟其他同学讲一下，一定好好的拍下来。况且，不存值得这么美丽的烟花。他们会记得你的好吗？不知道。不过至少他们要记得，有我这么一号人，干了这么一件事儿。他们一直记着有你这么一号人，一直干着这么一些事儿。往车上放！哎，班长，哎，会开车吗？我会啊。那这样，你带这些先回去，我坐那个货车回去啊。注意安全，慢点开，别着急。着急我也开不快啊。这个我们还得自己来了啊！喂，人力团出关了，要来找我们，坐客车来的，7点50到，我们去接他吧。你今天计划拍完了吗？没拍完，正在拍，我稍微透口气。那就消停拍，我去接他，我开车去接他。其实他打车来就行。那也太不仗义了。你刚拿到。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先回去卸货，然后一脚油门开到客运站，时间刚好。事情就是这样。一脚油门，我干等了你1个多小时。要不是那天我刚下车的时候留了一个女生的电话，他可能就真的干等了你1个多小时。我能去接你就不错了。班长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，他对你公车私用，你也感到感激。想必你也看得出来，我那天去晚，主要是因为这位。我那天在这老老实实待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天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不应该怨避13。哎呀，说到底，还是你作为一个新手司机，就不应该逞强去接人。我再让你提逞强，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是永远不会缺席。贪慕虚荣、懒惰，那第3个原因呢？你到现在还没说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整个布村只有周蒙奇对他的态度和别人不一样？我知道，因为只有周蒙奇知道他有钱。你的整个气质和嗑瓜子的这个行为不是特别的搭。小时候养成的习惯。你的锦旗呢？毕竟是村民颁给我的，我只有在他们来的时候才会挂出来。哦。你是怎样看待王炫王老板的？他不是布村支持。为什么？你从来没有问过他的那栋破楼是怎么来的吗？上一个让我问的人告诉我，这栋楼就是他被称之为布村支持的原因。那是他自己盖的楼，那是栋教学楼。我也能看得出来，他的格局是一栋教学楼。恕我直言，在王老板所有奇形怪状的投资当中，教学楼并不是那么出众。我甚至可以脑补出一个故事：有一天，他想被当地称之为王校长，于是他自己给自己接了一个 case， 盖了一栋教学楼。
在开学的前一天，他突然发现没有老师，于是这件事情就被搁浅了。后来他辗转多年，把这栋楼折腾成了一个多功能楼，又酒店又民宿又教学。可实际上，居然真的和你分析的差不多。但是你不知道这栋楼对于我的意义。布村以勤劳致富代代相传，我们从小就要开始学习染布相关的知识，等到长大一点，开始学染布的手艺，每家每户的孩子都不会走出这个村落。当时布村有一户人家姓王，家境殷实，于是就把长子送出去读书。后来他学业有成，考上了大学，成了布村的第一个大学生，全村敲锣打鼓，风光无限。王炫毕业之后，他没有选择留在城市，而是雄心壮志地回到布村，打算建设自己的家乡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于布村教育的启蒙。于是他挨家挨户向这里的村民普及教育的重要性。那是15年前，我8岁，已经错过了读小学的最佳年龄。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比比皆是，无论是因为村训还是因为经济条件，即便王炫每天到我家里向我的父母软磨硬泡，即便我的父母也承认了读书的重要性，但他们根本没条件送我出去读书。于是王炫向家里拿了一大笔钱，决定自己在布村盖一所小学，自己当校长，自己去招老师。然而楼盖好的那一天，跟预想的有所不同。因为布村地处偏僻，环境落后，而王炫已经没有更多的钱去聘请城里的老师，所以在那所孤零零的教学楼里，王炫一个人开始给全村的小孩上课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教我们的第一首诗词是《满江红》，当时我们连字儿都不认识，也不知道那首词是什么意思，只能一遍一遍地跟着一脸豪情壮志的他背诵：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课上了不到1个月，村子里开始修铁路，每家每户都收到了一笔丰厚的拆迁费。当时村子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决定带着钱去城里做一些小生意，而了解了教育重要性的他们，自然也带上了自己的孩子去城里读书。那一年，比教学楼更空的是整个布村。也是在那一年，王炫被村里留下的老人们称作布村之耻。因为从那年开始，布村染布的手艺就算是断了，而王炫是搬空整个布村的诱因。布村染布的手艺并不是工业流程，至今还是根据先辈留下的秘方手工作业。我们到了一定年龄，都要去学习独门的染布手艺，再一代一代传下去。这是整个布村，更是老一辈一直引以为傲的传统，更是他们深信这是这个村庄所存在的根本。你看过钟白拍摄的素材了吧？所有的染布画面里已经没有了青年人，甚至没有中年人，只剩下老年人。这种老手艺断代的现象，其实在全国很普遍，只是在布村里，王炫让他提前了，于是他变成了众矢之的。不过，我赶上了好时候。
我对染布毫无兴趣。之后，王炫的父母相继离世，他拿着比丰厚的拆迁费，在布村里做着各种有可能加大布村声望的项目，像是在弥补些什么，可惜没有一个成功的。但他依然没有离开。这15年来，他被叫做布村之耻，但你觉得他是吗？我昨天也去采访了一些村里的老人们，他们大概是第一批叫他布村之耻的人。即便多年过去了，他们仍把布村手艺断藏的罪过算在王炫的头上，当着我的面痛斥王炫。班长，我说那个王老板，你们干嘛呢？这是？怎么不出去拍片子了？还想不想获奖了？下雨了，给我点火的人安排好了。下雨了，那万一一会儿停了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去摆烟花了，关键时刻别掉链子啊！安排好了后生我集合啊！知道了。干嘛呢？你们这是？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我唯一没想明白的事情是，他为什么这么执拗的想获奖？从这段时间的接触来看，他并不是一个虚荣的人。可惜天公不作美啊，他今晚啊，烘托他高大伟岸的烟花，注定是升不到空中。你怎么知道？看天气预报啊，我最近养成了看天气预报的习惯。无论如何，请大家帮我安排100个人一起放烟花，好吧？慢点，慢点。雨应该不会停。万一停了呢？这样吧，为了200米轨道，我还你一个镜头。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由于天气原因，今年布村的庆典临时取消。在布村内等待拍摄庆典的同学们，请各自回房间休息。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由于天气原因，今年布村的庆典临时取消。在布村内等待拍摄庆典的同学们，请各自回房间休息。班长，可惜啊，你们拍不到烟花了。哎，我发现只要你每次摄影机拍着我的时候，你就不跟我交流了。你说我是当你存在呢，还是当你不存在呢？我当你存在吧，我跟你说话得不到反馈，感觉像是在闹鬼。如果当你不存在吧，我这10几天疯狂的自说自话，在别人眼里看来，就更像是闹鬼。我是存在的，你也是。哎，好了，先别说这屁话了，走吧。哎，蒙奇，你也来这里看烟花啊？可惜啊，下雨了，看不到了。走吧。陪我嗑会儿瓜子吧。其实你的气质跟嗑瓜子这个行为不是很搭。你和布村之耻这个称号也不搭。习惯了。这些年你一直留在这里，习惯着这个称号，
做着一些失败的投资，结果却一无所获，你不觉得难过吗？布村是我的福地，我只是在宣传我的家乡啊。这里不是你的福地，你应该离开这里，去哪里都好，去一个没有偏见、有尊严的地方。难道你不想离开吗？我不甘心，我在这里努力了15年，要留下点什么吧，让自己的少年志不沦为空谈，让自己觉得蹉跎在这里的时间是有意义的。你到底想要什么意义？也许是让别人认可我，记得我吧。我有个办法，你问问这座村庄，你问问布村，他是不是认可你？怎么？我问他，他就会给我回应吗？他说他不在乎，但是他要谢谢你，谢谢你在15年前让布村的孩子离开了这里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你就是我的布村之光。当你用对讲机说出“光启”2个字之后，布村里放置好的烟花都会被点燃。光。起。方向对吗？能看到吧？可以，散开吧。我总能脑补15年前的那个少年，应该和现在的我站在2个完全相反的位置上。他鲜衣怒马，踌躇满志；我茫然若失，得过且过。在所有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目标时，我还站在这里，对自己的未来，包括爱情，都不能迈出坚定的那一步。请问时间真的是公平的吗？15年前的那个少年，有为自己的决定后悔过吗？而15年之后，我们又会在哪里？当初做的决定都是对的吗？我们真的抓住过自己心爱的人吗？我们有真的为青春的转瞬即逝怅然过吗？在这个连绵不断的阴雨天，你问我渴望什么？我渴望一场巨大的人生剧透。我想知道，我们以后会去往哪里？我想知道，我最后会陪在谁的身旁？小姑娘，你拍啥了？我在放烟花。我想知道年华如何不被虚度。我想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喊停，什么时候继续。我想知道，明天会不会放晴？班长，费心了。
你停在这15年，就是为了填补对村民的亏欠吗？亏欠谈不上，但有些事情，你在做的时候，你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但回头想想，你又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对。但对或错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我不想再深究了。万一有的孩子出去读书，长大了，在拥挤焦虑的城市里挣钱，可他的内心深处更渴望回归小城市，世代染布，过平静的生活呢？那就要看他们的选择了。我送孩子们出去上学，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放弃传承染布的记忆，而是为了让他们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。当然，手艺断层了，我很遗憾。所以我希望有人能看见布村，无论是他们来这里投资这项手艺也好，还是来这里学习这项手艺也好，这就是我在这里顶着布村之耻这个称号折腾了15年的原因吧。你别瞎折腾了，回头我跟我班同学说说，把这批片子上传到网上，再剪几个你的鬼畜视频，一正一邪的宣传，效果肯定比你开马场、渔场、洗衣房要好。班长，其实我发现你的思路还是挺清晰的嘛。这类事情干得多了，大一的时候还用这个办法让一个边缘社团崛起，虽然只是昙花一现。2年了，只有我停在了原地。尽管我年纪比你大很多，但有时候看到你这张忧郁的脸，我仿佛都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丧了。我不是忧郁，我是掺杂了一点文艺的迷茫。你有什么好迷茫的吗？你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渴望人生被剧透吗？我在你这个年纪，没你这么矫情。我自命不凡，我还洋洋得意呢。羡慕？有什么好羡慕的？难道你就没有这样过吗？我也有过。这才是少年最重要的东西，记住它。当你矫情的时候，想想它，因为无论再怎么矫情，也不会有人给你剧透的。很难想象现在的你年少时是如何洋洋得意、自命不凡的。年纪大了，确实想不起来了。叔，您想好了吗？让梦琪上我那儿读书吧，让她去外面看一看，看看外面的世界啊！我知道，我心里有数。你别再来了，叔，那你给我个准信儿啊！哎，不去，不看，赶紧别说。盛夏里突然飘过一丝微风清凉，回头看见你嘴角上扬有手等待我寻找。叔，给你带的东西。我给你带了瓜子儿，你尝尝吧。哎，蒙奇带的吗？这不是？哎，蒙奇，来吃瓜子儿啊！去边上玩一会儿，叔帮我商量点事啊。叔，您吃瓜子儿？我不吃。叔，咱俩再商量商量。没得商量，孩子真的需要上学的。一闪淡薄，却似盛装，仿佛生命里没有迷茫。所有的伤痛都只不过是微恙，而我最在意的2件事，只有你和梦想。如若相距离3分时，寻常路越远，便已是越多过往。那么
么下一场仗剑何方？停留在哪里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总是最终活成想要的模样，好过此刻对未来的想象。能供你年少轻狂谈笑一同闯，都是这唯一的岁月，对最好的时光。若相距离3分是寻常路，越远便已是越多过往。那么下一场仗剑何方？停留在哪里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总是最终活成想要的模样，好过此刻对未来的想象。能供你年少轻狂谈笑一同闯，都是这唯一的岁月，对最好的时光。你在一旁，我便已伸出来日方长。